果园里的果树长满了许多丰盛果实，有苹果、芭乐、桃子。苹果的果实来自于原初农民种下了一颗苹果的种子。苹果种子不会长错，在收成时收到芭乐、桃子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而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，我们想要丰盛美好的人生结果，也要来自于我们有为自己种下丰盛美好的种子。种子长出来是什么就会是什么。当一棵树长得不好，或树上的果实并不是我们想要的，此时我们将树改名，改成发财树或黄金果树，那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吗？当然不能。那么如果我们将树改成挂满吉祥物，像是水晶，能够让树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吗？当然也不能。当我们不断制造贫穷苦恼的因，改了再多次的名字，挂上再高级的水晶也是无效的。所以一个人的命运不是外加什么，你真正要去观你的心因。当你老是经历一个烦恼的果实，生活感到不平安不如意，美好的果报不如自己预期时，便要去看一看自己究竟种了什么样的因，让自己一直烦恼，找到它并且拔除，不要再种，也不要再去灌溉它。包含生病也是一样的，你对身体没有给予适当的照顾，吃健康营养的食物，时常感到情绪紧张、压抑、易怒、抱怨，这些种种因缘和合造就了一个病因。想去掉病因，便应该反省生活中都对身体做了什么，从中修正改善。当然，如果你种的是丰盛的因，持续灌溉丰盛，便一定会有丰盛的果实。在佛陀时代，当时的僧团是不用吹窜的，僧众都是到城里去托钵化缘。有一天，佛陀带着弟子们到城中托钵，来到一位饭制家的门口。屋里忙着煮饭的妇人忽然觉得四周光明普照，让人有一种柔和舒服的感觉。妇人回头看到佛陀及弟子们站在门口，佛陀的相好庄严及比丘们严整威仪，让妇人由衷升起欢喜及恭敬的心，想把刚煮好的饭供养给佛陀，但是又担心被不信佛法的丈夫发现，必然会使丈夫心生怨恨。这时悲心油然升起，惭愧自己的罪业，身为女生，处处受制于人，不能自主。然而妇人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将饭盛装在碗里，压取出饭汁，并恭敬地装了一勺饭汁供养给佛陀。佛陀欢喜地接受，并说了赞叹的偈子：若失白象百，明珠应落世，供佛一勺汁，其福超比上。这时范质从屋里走出来，听了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佛陀：一勺的饭汁又不值什么钱，你说它胜于明珠璎珞等宝物，与象马车乘布施给一般人，这样说未免太欺骗人了，我们如何能够相信？佛陀慈悲地回答：我从久远劫以来，一向勤修六度，所说所做都是诚实不虚，才能感得现在的果报。如果是妄语，怎能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果报呢？我现在问你，你要至诚的回答，你往返舍卫城到罗越城的路上，有没有看到一棵几十丈高，可以庇应500辆人车的大女居陀树？范质回答：有看过。佛陀又问：你既然知道这棵大树，而当初所种下的种子有多大呢？范质不假思索地回答：差不多像芥子这般大。佛陀接着说：种子只有芥子般小，怎么树会那么大呢？范质说：我怎敢欺骗佛陀？佛陀因此又说：像芥子般的种子能长出庇应众人的大树，大地能蕴含万物的能力无可限量，是毋庸置疑的。何况佛陀是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圣者，福德胜过一切。
佛陀的大慈大悲大愿里，一切众生都要救拔。因此，即便是供养一勺饭汁，将来的收获也是难以计量的。梵志因此非常深信布施得福，因果不可思议的道理。佛陀告诉阿难，这位妇人命终之后会女转男身，生于天上，而后下生人间，开阐佛法的深意，经过13劫，当得成佛，名为心明如来。梵志因此非常轻浮，五体投地礼拜佛陀，并深重自责自己的愚痴，因此皈依佛门，跟随佛陀出家。听闻佛陀开示四圣谛的道理，梵志因此漏尽烦恼，且对佛法深信不疑。很多人种了富贵的种子而得到富贵的果实，也有很多人种了丰盛的种子，也结了丰盛的果实。这些果实可以庇应3代5代甚至更多的人，所以看到那个果，去分析那个因，就知道这些人生结果都跟我们的心因，我们对待自他的方式息息相关。我们的因果就是我们思言行命运的总集，因果丝毫不爽。